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财务造假案件。美国最大能源公司安然公司的几名高管被美国检方以洗钱、金融欺诈、非法操作股票等98项罪名一并起诉。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和财务公司在本次事件以后彻底倒闭，就连美国总统小布什都不得不站出来就这起案件发表看法。那么这起财务造假案的主角到底是什么人呢？这桩案子又为何会给美国社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呢？1985年，肯尼斯莱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对2家原有的公司进行了整合。从此以后，影响美国社会的能源巨头安然集团就登上了历史舞台。1991年，借着苏联解体的历史机遇，肯尼斯莱在美国社会上实现了电力、天然气、自来水等资源的整合。彼时，国际上的多家能源公司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肯尼斯甚至将自己的业务拓展到了海外。1992年，光是天然气项目每个月就给肯尼斯和他的安然集团带来了超过 1.8 亿的营收，这让美国商界的不少从业者感到目瞪口呆。但肯尼斯和一般的美国资本家一样，在赚取到大笔资金以后，他也将自己的眼光瞄准了政坛。此时，国会里的议员早就已经被他给买通了，任何针对安然集团的提议都不会被通过。不过，由于安然集团的影响力实在太大，美国政府也不能光明正大地支持肯尼斯的暴力买卖。于是，在肯尼斯和一众国会议员的操纵下，国会还是装模作样地制定了一整套所谓的能源行业规范条款。这一系列的条款其实是将安然之前的暴利给合法化了。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了安然是一家盈利状况颇佳的企业。从华尔街的资本大鳄到普通投资者，大家都在争相购买安然公司的股票。经过无数股民的疯狂抢购，安然公司的股票价格很快就在3年之内上涨了 311%， 连当时的不少国际投资者也跑到美国来购买安然公司股票。2000年，安然公司的市值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83.13 亿美元。财富杂志更是因此将安然公司称作是最能代表美国精神的公司。一时之间，各种关于安然公司的商业传说开始流传，无数的访谈节目和出版社也对肯尼斯莱伸出了橄榄枝，大家都想看一看安然公司成功背后的秘密。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肯尼斯已经在美国的股市里埋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旦他将这颗炸弹引爆，整个美国股市瞬间就会哀鸿遍野。在通过股市获得大量的融资之后，肯尼斯就开始了自己疯狂的扩张计划。或许是每一个资本家的内心都有一个构建商业帝国的梦想，而这样的举动也为肯尼斯和安然集团敲响了丧钟。首先，肯尼斯将自己的目光瞄准了娱乐业，他出大量的资金收购了加州的几家娱乐公司，开始在新的市场中逐渐发力。但由于新的公司还没有什么起色，肯尼斯也没有将这项投资公诸于众，因为对于他来说，只要股票市场上的资源还没有彻底枯竭，自己就还有机会实现目标。然而，上帝不会屡次眷顾同一个人。当肯尼斯在能源领域创造出了金融奇迹之后，他立刻就在娱乐产业上跌得鼻青脸肿。由于肯尼斯在娱乐产业中的投资屡屡碰壁，他不得不从安然公司的账户上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替自己堵窟窿。这样的做法在美国甚至有可能涉嫌违法，因此肯尼斯只能选择将这件事情压了下去，并让另一家会计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帮助自己做假账。而替安然公司做假账的会计事务所安达信也是在美国业界广受好评的一家财务机构。人们几乎无法想象安然和安达信居然能够联起手来欺骗市场上的投资者。但是错误的投资就像是一个无底洞，源源不断地吸纳着肯尼斯个人和安然集团的资金。即便是安达信的会计师们再厉害，也终究是瞒不住这个事实的。2001年8月，实在走投无路的安然公司选择引爆自己埋下的雷，一时之间，全美国的股票市场一片哀嚎。接下来，安然公司的股票就开始了一路狂跌。2001年8月23号，安然的股价还有90美元，到了2002年1月，这个价格直接跌到了 0.1 亿美元。那些手中握有大量安然公司股票的投资客瞬间倾家荡产，多家金融评级机构也将安然公司的股票评为了垃圾股。不过，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安然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所有的人都没有挽回的能力了，大家基本上都在准备平分公司的财产，以求减少损失。至于那些在股市上被骗得倾家荡产的投资客，根本没有人在乎他们究竟损失了多少钱。由于安然集团的案子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就连美国政府都不得不出面就相关的情况进行调查。
一时之间，所有的媒体都对美国政府的调查工作投来了关注的目光。人们都想看看美国政府究竟会如何处理肯尼斯和他背后的安然集团。一旦这起案件的处理出现了问题，整个美国的金融市场都会为之震动。所以，几乎所有的压力都聚集到了美国政府和相关审讯人员的身上。2006年1月，在整理了一系列的证据和证词之后，针对安然集团和安达信公司的审讯工作终于拉开了序幕。但审判开始之后，人们却见识到了美国司法部门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在走进法庭之后，安然公司的高管们干脆利落地拿出了自己的辩护借口，当初与公司相关的财务亏损是内部机密，因此大家有权选择不对外公开。而且安然集团本身的运营并没有存在重大的隐患，这家公司的盈利状况依然非常可观，只是资金被违规挪用了而已。所以安然公司的高管无法被判定为存在非法操纵股票的行为。另外，安达信公司也出示了一整套的证明，表示肯尼斯的业务是通过另一家公司进行的，也就是说，他虽然挪用了安然集团的资金，但却并没有以安然集团的名义进行投资。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肯尼斯个人的一次投资失误，根本不能够达成给整个安然集团管理层定罪的要求。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美国的司法制度具有非常浓厚的谈判色彩，我被告人或者被逮捕人与执法机关进行谈判交代一些他们尚未掌握的细节，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获得轻判。如果被告的一方能够检举另一名犯罪嫌疑人，那么这名被告还可以获得被举报者涉案数额的 5%。许多作恶多端的资本大鳄都是依靠着钻法律的漏洞全身而退的。而且，由于安然集团在美国政坛中广阔的人脉圈子，在相关的案件被揭发出来之后，美国的各路政客都纷纷开始出来为安然集团站台，甚至就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都被问到了有关安然集团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美国政坛上下也选择了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应对方式。他们表面上并没有对安然集团和这个集团的所有高管做出任何回应，但暗地里却偷偷地向法庭施压，要求他们对这起案件从轻发落。因为安然集团是不少美国共和党籍政客的幕后金主，如果安然集团彻底破产的话，将直接影响到共和党在国会乃至总统大选中得票率和竞选资金，这对于当时出身共和党的总统小布什来说，肯定是不能接受。当然，受到投资损失的也不全是一些普通的投资客，这些人也不肯轻易放过安然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在他们的推动之下，这起案子直接被送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可是，正当所有的媒体都在关注审判的结果时，法院却给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审判结果：所有安然公司的高管平均只获得了10几个月的刑期。这些人大多数在交完保释金以后，都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法庭。当然，为了平息当时社会上的负面舆论，美国政府还是对这些安然公司的高管判处了一些罚款，而令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的安然公司和安达信公司也彻底宣告破产。不过，当这个判决结果被公布在世人的面前时，一部分美国人也已经感到见怪不怪，因为像这样政商勾结的闹剧在美国实在是太常见了。安然公司必定不是第一个因为财务造假而爆雷的公司，它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让美国投资者倾家荡产的公司。只要资本与政客相互勾结的闹剧没有停止，这样的悲剧还会一直持续下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悲哀的地方。当贪污和欺骗被民主的外衣包裹成了合法的行为，普通人只能在无边无际的炼狱中痛苦的挣扎。不让我加入五常，我就退出联合国，组建新联合国。隔壁印度又撂下豪言壮语了，对此5星上将麦克阿瑟要发言了。如果真有那个实力，加不加入五常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实力，就是给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又有什么用？还是那句话，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实力足够强大，规则就变成了一纸空文，随时都有掀桌子的底气。反之没有实力，老老实实遵守规则才是正途。显然印度是没有这个实力的，放出这种狠话只会让人啼笑皆非。为什么印度想削尖了脑袋挤进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呢？为了加入五常又有多疯狂？印度一直把入常当作衡量其成为全球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早在尼赫鲁时期，印度就已经想加入五常了，声称无论能否入常，态度还是要有的。印度的勃勃野心可见一斑，就是想要在世界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南亚大国，甚至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强国。然而，印度心比天高，身比纸薄，没有公主命却得了公主病，因为印度自身的条件实在说不上好。
首先，印度国内土邦林立，宗教复杂，其种姓制度至今为人所诟病。其次，印度民众识字率令人堪忧。在疫情期间，当其他国家都在采用科学的方式管控病毒扩散，大力发展疫苗时，印度却指望恒河水、印度神油、祭祀等迷信的方式驱散病毒。这些行为在我们看来荒谬至极，然而在印度眼里却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印度的荒诞还体现在对莫迪的神话。当一个国家需要造神来维持统治、笼络民心、增强民族自信心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前途在哪里？这种造神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早晚自食恶果。在某种程度上，入场只是印度给国内画的大饼，还有诸如上天、研究核武器等，通过树立宏大的目标来增强民族自信心，维护内部团结，制衡国内的各种势力。另外，一旦入场成功，印度就有了一票否决权，可以在安理会中左右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和解决，进而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走向，比如中东问题、朝鲜半岛局势等。最重要的是，印度可以名正言顺地降巴基斯坦一头，周边小国出于利益也会讨好印度。入场诱惑力如此之大，印度是朝思暮想的想加入进去。那么，印度真的具备入场资格吗？能入5常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中美俄英法是联合国5大创始国成员，也是在二战里为胜利贡献最大的7个国家。中国和苏联均是二战主要参战国之一，为了抗衡法西斯，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是杰出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盟友。美国自不必说，也是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主力。英国则是上个世纪的日不落帝国，德国闪击波兰时，英国就第一时间对斗宣战。而法国虽说二战后落魄了，但人家有美国这个大哥，硬生生的被抬上了理事会的席位。再来看看印度当时在干什么。整个二战时期，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存在感非常低，整日受英国人的气。唯一的高光时刻，竟然是临时组建的傀儡政府何伟军。印度自己都看不下去，无时无刻不想脱离殖民者的控制。当时，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钱德拉鲍斯试图引入外国势力，推翻殖民统治，此乃驱虎吞狼之计，但结果并不理想。先是去找了德国的那个美术落榜生，结果成了个闭门羹。最后又转而投向了日本。得知鲍斯的宏达梦想之后，日本不仅帮助其成立了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由鲍斯担任总理，还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鲍斯一度认为日本能够帮助其实现民族独立，因此组建伪军助纣为悦。也不知印度怎么想的，后来一度对鲍斯这个甘当小日子马前卒的政客推崇备至，直到现在，鲍斯的画像竟然和甘地、尼赫鲁一同悬挂在印度国会里。现任印度总理莫迪更是对其做出高度评价。每个印度人都为他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感到自豪。试问，这样的印度真的有加入5常的底气吗？但印度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其想入常的野心可以说是疯狂至极，甚至想另立门户。为了入常，印度积极展开了行动外交，在软磨硬泡下，美俄英法4国不耐烦了，一度口头上承诺，好，同意了。印度信了，似乎只剩中国还没表态。印度自知过不了中国这一关，于是便将怨气集中在中国，污蔑中国有意阻止印度的进步，真是荒谬。这还没完，印度为了得到美俄英法4国的口头承诺，还动用了超能力。奥巴马只是个人口头承诺支持印度入常，连印度网友都戏谑说不信，印度政府就已经赶忙献上了100亿美元大单以及其他方面的经济合作。殊不知奥巴马说的只是客套话，对此中国不屑于挣这点不义之财。退一步讲，如果印度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同时具备2个条件：2/3以上的会员国同意，5大常任理事国同意。哪怕第一个条件达成了，美国也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依照美国奉行的霸权主义，印度是怎么觉得美国会允许多出一个国家分享自己的权利的？除了贿赂美俄英法4个大佬，印度还积极拉拢盟友对抗联合国。2004年，日本、德国、印度、巴西4国集团联合起来，提出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意思是联合国都成立快80年了，应该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比如增加安全理事会席位数量，甚至还撺掇其他国家支持这一建议，试图动摇5常的权利。结果自然是吃了个闭门羹。迄今为止，4个国家依旧在轮番申请加入联合国，但都没收获什么好果。首先是日本，日本在二战中是侵略者，异想天开的想入常压根没戏。德国也是这个理儿。再看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印度则遭到宿敌巴勒斯坦的强烈抗争，4国联盟入常受阻，于是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够扩充6个无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但目前来看，这个算盘也落空了。
时间来到2015年，莫迪老先上台1年后，入常之梦死灰复燃。这年9月，莫迪在联大期间再次举行 G4峰会，旨在拉拢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的南方国家，以及曾经支援过的非洲国家，希望能扩大印度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地位。此外，还加入了亚非拉42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 L69集团，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为了推动联合国改革议程，2016年，印度参加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之友。管中窥豹，这些国家都是希望联合国能够扩大常任理事国席位，好为自己谋福利。可现实很骨感，现如今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是五常共同打下来的，自然要享受胜利的果实，怎么可能被一些充数的小国家一票否决掉？但印度依旧不死心，为了入常可谓是殚精竭虑，一方面结盟，一方面大力人设，不遗余力在国际上维护自身的形象，自诩南亚霸主、印度洋的净安全提供者。打脸的是，这些人设一经立出，立马遭到其他国家的质疑。莫迪老先2次连任，单方面宣布查谟与克什米尔邦的自治地位，致使巴以关系加剧。净安全提供者的人设不攻自破，莫迪老先这是自己扇自己的脸。除此之外，原则上只有五常国家可以合法持有核武器，这在维护世界和平。然而，印度为了向联合国展现自己的实力，拒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无故劝阻大力研发核武器，这难道就是所谓南亚霸主的风姿吗？打不过就诋毁，也是印度惯用的伎俩。早在1962年，印度就曾挑衅中国主动开战，结果却惨败而归。现如今，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印的实力差距显而易见，其多极亚洲为核心的多极世界的构想难以实现。就诋毁中国在追求单极亚洲，试图拉拢其他国家一起制裁中国。印度不会以为自己真的能将中国从联合国除名，自己上位吧？别痴心妄想了。先不说日本、德国对常任理事国席位蓄谋已久，印度得往后排队，恐怕到时候五常轮流背锅投反对票。联合国席位是打下来的，是多方博弈出来的，而不是靠几个国家抗议出来的，更不是围着桌子喊几句口号就能增添常任理事国席位数量。印度想入常基本是不可能了，除非自己大舞台成立一个新联合国，但是在那时，印度恐怕只能自己登台独唱小丑戏了。